绝对是钢铁侠最感人的一次变身。因为突然遭到导弹袭击，托尼第一反应就是召唤马克42号浪子战甲往小辣椒身上套，自己选择肉身硬扛，等剩下的部件跟小辣椒合体完成。两人直接被冲击波砸进身后的石板里，可还没来得及撤离，又是几发导弹招呼过来。托尼这才意识到今天不是闹着玩的，赶紧让小辣椒带着前女友玛雅先撤。这也是小辣椒头一回穿战甲，阴差阳错之下，倒也把他们弹射了出去。托尼见状，立刻召回浪子战甲，收到指令，瞬间从小辣椒身上剥离，总算让托尼在枪林弹雨里捡回了一条命。问题是浪子还处在内测阶段，武器系统大部分没解损，目前能用的只有掌心炮。他利用钢琴解决掉一架战机之后，接着拆下手甲里的微型导弹，用掌心炮远程点火引爆，但一架失控的直升机直接朝他怼了过来。托尼转身就跑，还是被爆炸气浪掀进了下层实验室。在直升机的轮番轰炸之下，整栋海边别墅被夷为平地。托尼失去平衡，跟一堆废墟一起沉入海底。更倒霉的是被电缆缠住，无法脱身，又被一块大石头压在身上，完全动不了。战甲内部开始渗水，再拖几分钟他就得交代在这儿。海面上敌人还在虎视眈眈的转圈巡逻，小辣椒在远处喊得撕心裂肺。萨文看托尼半天没冒泡，带着人撤了。沉入海底的托尼已经陷入了昏迷，危急时刻还是忠心耿耿的贾维斯救了他。他单独操控一只手臂把托尼从废墟里拽出来，同时调试好平衡系统，飞行功能也在这一刻升级完成。战甲自主驱动冲出水面，但他也不知道该往哪飞，只能按托尼之前预设的路线直奔田纳西州。托尼从昏迷中醒来，听到贾维斯提醒机甲能量已经不足5%，因为这套浪子靠的是独立供电，远距离飞行早把电量榨干了。很快他就开始急速坠落，好在地面的灌木减缓了下坠的速度，才让他再次捡回了一条命。贾维斯告诉托尼，此时他正位于田纳西，并且这里正下着大雪。紧接着战甲弹开，把他吐了出来。贾维斯也因电量耗尽，跟着战甲一起陷入沉睡。托尼即将经历他在地球上最狼狈的一天，他找了根绳子拴住马克42号，在雪地里拖着战甲艰难前行。薄薄的衣衫让他有生以来头一回体会到什么叫寒风刺骨，以前都是战甲保护他，这一回轮到他来保护战甲。他偷走木雕上的毛毯披在身上取暖，用公共电话给小辣椒报了个平安，接着拖着浪子来到一间仓库，里面倒是东西齐全，设备到位。正当他准备开修机甲时，一个男孩闯了进来。托尼看着对方手里那把土豆枪，好心提出了几点改良建议。Between that and the wide gauge, it's gonna diminish your FPS. 虽然初次见面多少有点尴尬，但当小男孩看到战甲后，眼神瞬间从警惕变成了狂热崇拜。作为钢铁侠铁粉，他当场认出眼前这位就是托尼·斯塔克，俩人逐渐熟络起来。哈利递过来一份报纸，上面写着托尼已在恐袭中丧生。托尼完全不 care， 这刚好给他争取了反击的时间。得知托尼要维修马克42号，哈利二话不说就答应帮他找材料。作为回报，托尼大方地送出一枚小型喷气弹。接着他问哈利这附近有没有发生过爆炸事件，哈利直接把他带到案发现场，还告诉他死者的身份。托尼找到死者母亲，了解更多情况。他把一份资料交给了托尼。就在他查看里面内容的时候，旁边突然冒出个自称巡警的短发女人，上来就把托尼铐了。结果真警长当场拆穿了他的身份，女人不装了，直接动手，3两下搞定警长。托尼趁乱跑了出去，还没跑几步，萨文也到了，把他堵了个正着。托尼撞碎玻璃躲进便利店，短发女紧随其后追了进来。他试图用手铐锁住他，对方只是发了个烧就把手铐融成了铁水。托尼又用火焰来阻挡，他压根不怕高温。更气人的是，连衣服都烧不坏。但托尼最不缺的就是脑子，他把铁项链塞进微波炉加热，火花引爆了煤气，炸了个狠的。短发女被冲击波拍到高压电缆上，当场下线。托尼以为安全了，结果萨文用发热能力熔断了水塔的铁架，巨量水流瞬间把他吞没。等水退去，他看到萨文居然把哈利抓来当人质，逼他交出档案。好在托尼事先留了一手，聪明的小鬼秒懂，掏出喷气弹直接糊了萨文一脸，确认哈利安全逃脱。托尼一发掌心炮把萨文炸得面目全非，他搜走萨文身上的车钥匙，让哈利回去把他的战甲修好，开车扬长而去。但半死的萨文靠着绝境病毒的修复能力，很快又满血复活。与此同时，小辣椒从托尼前女友玛雅嘴里套出一个爆炸消息，基里安为了报复斯塔克工业，居然跟恐怖组织头目曼达林勾搭上了。两人正准备继续往下聊，基里安突然找上门来，他知道事情已经兜不住了，决定直接抓小辣椒当人质。另一边的曼达林更嚣张，居然直播枪毙了一名政府高官，还威胁总统赶紧跑路，不然下一个就是他。这总统能忍吗？直接派罗德去端了曼达林老巢。
逃，结果对方早就设好陷阱，罗德刚落地就被伪装成难民的变异者用高温偷袭得手。这边托尼在热心粉丝的帮助下，成功黑进了基里安公司的系统，终于挖出一个惊天大瓜。那个追杀他的女人原本是个毒婢，注射绝境病毒后断肢直接长了出来，还获得了超乎常人的能力。但这病毒有个致命缺陷，不是谁都能扛住，一旦融合失败，身体就会承受不住病毒的巨大能量，最后整个人直接自爆。托尼这才搞明白，所有烂事的幕后老板就是基里安。要是他把这项技术卖给曼达林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托尼知道必须拦下这件事儿，但前提是得有战甲帮忙。他立刻联系正在仓库修机甲的哈利，哈利按照提示给马克42充上电，成功唤醒了贾维斯，但电量不够，机甲还动不了。不过他通过暗网已经锁定了曼达林的位置，问题是没有战甲，托尼拿什么去抓人？一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，他的焦虑症又发作了，呼吸开始困难。哈利一句话点醒了他 Why don't you just build something?他走进超市，筛选所有能改造成武器的日用品，回到仓库就开始一顿骚操作。所谓知识就是力量，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，稍微动动脑子，炸药武器手到擒来。接下来他要单枪匹马去闯龙潭虎穴。很多人觉得钢铁侠没了战甲就没了战斗力，但事实上他的大脑才是战力的天花板，能在各种绝境里死里逃生，靠的从来不止那身铁皮，对付几个小喽啰洒洒水而已。穿过层层暗道，他终于在一座城堡里找到了曼达林本人，但真相跟托尼想的完全不一样，所有恐怖袭击都是基里安一手导演的，目的就是掩盖他研究绝境病毒时搞出来的自爆事故。曼达林不过是他花钱雇来的演员，一个背锅的替死鬼。这时萨文突然从身后出现，托尼来不及反应被打晕过去，等他醒来已经被五花大绑，前女友玛雅居然也在，但他其实并不想害托尼，从头到尾只是单纯想让他帮忙把绝境病毒完善一下。托尼也知道玛雅本性不坏，试图用往日的温情唤醒他的良知，放自己走。就在玛雅心生动摇时，基里安不合时宜的出现了，托尼这才知道基里安能有今天全靠当年被他当乞丐一样打发了。如今人家回来复仇，还抓走了小辣椒做绝境病毒的活体实验，这样做既报复了托尼，又能以此胁迫他完善病毒。眼看基里安要下死手，玛雅拿自己的命威胁他住手，毕竟病毒是他研发的，资料也在他手里。他死了，谁都别想得到后续的解药。结果激怒了基里安，直接开枪把他杀了。基里安做完这一切，转身离开，让托尼自己好好考虑要不要合作。他还有个更疯的计划在同步进行。他来到罗德这边，罗德靠着战甲的保护暂时没事儿，但被限制了行动。基里安直接拿高温逼他，罗德扛不住，只能从战甲里出来。Fire?Okay. 另一边，托尼的限量版手表突然响了，这是战甲充能完毕的信号，几个部件率先飞来。托尼暂时压制住2名守卫，但剩下的部件迟迟不来。原来他们被卡在仓库里冲不出去，哈利费了好大劲搞来炸弹，才把所有战甲都放生了。可缺了零件的托尼就惨了，他只能靠手头这点装备硬扛不断涌来的援军。不过这种毫无章法的乱扫，居然也给对面造成了不小的压力，最后还在半空中跳起了华尔兹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托尼把眼前的麻烦全清干净了。直到这时，剩下的战甲才稀稀拉拉飞过来，不愧是唯一一件反托尼战甲，要不是八字够硬，早在大结局前就领盒饭了。合体完成后，托尼看到基里安穿着罗德的战甲飞速离开，这准没好事儿。托尼正要追，腿部推进器又闹罢工，他踉踉跄跄地找到罗德，两人再次逮住那个演曼达林的小丑，总算逼问出了基里安的全部计划。但为时已晚，穿着罗德战甲的基里安已经混进了军方机场，总统不知情，还让他一起上了飞机。为防止官员逃跑，基里安直接把所有人关进休息室，脱了战甲之后把门焊死，紧接着冲进会议室一顿扫荡。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众人虽然第一时间还击，但普通手枪对战甲来说根本就是挠痒痒，一众人3两下全被放倒。很快机舱里就只剩总统一个人。等托尼赶到时，正撞上想炸飞机的萨文，他立马把对方按在墙上逼问基里安的下落。一个没留神被萨文抓住手腕，对方当着他的面引爆了炸弹，飞机尾部瞬间炸出一个大窟窿，强气流灌进机舱，来不及反应的无辜乘客稀里哗啦被吸了出去，情况10万火急。托尼来不及多想，直接把能量汇聚在胸口反应堆上，蓄力一击干掉了萨文，然后立刻让贾维斯分析救援方案。可战甲一次最多带4个人，眼前却是13个正在急速下坠的人。托尼脑子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利用战甲给手臂通电，让所有人被电流牢牢吸在一起，互相牵住不放，营救有条不紊的进行。但最后一个人掉得最远，眼看就要砸进水面，托尼牵着前面12个人疯狂加速，在最后一刻将所有人全部救回。然而帅不过3秒，一辆路过的擎天柱正好单杀了钢铁侠。